1990年7月22日凌晨，福建平潭澳前镇光裕村的几个渔民像往常一样一大早出海打鱼。走到海边时，渔民们发现海滩上停着一艘渔船，他们靠近一看，发现上面没有人。好奇的渔民登船查看，发现船上有不少被捆绑的人，他们急忙给这些人松绑。这些人告诉渔民，船上还有2个船舱被人用钉子钉死了，里面还有人，赶紧救人。渔民们想要打开船舱，但是钉子焊得太死，只能报警。警方赶来后，用专门工具才打开舱门。舱门打开后，里面的情景让人倒吸一口凉气。在2个狭小的船舱里，总共躺着25具尸体，以及一个奄奄一息的幸存者。这就是震动全球的惊天大案，史称闽平渔5540号事件。闽平渔5540号是一艘普通的木质渔船，1990年7月12日从福建平潭县白青乡玉塘村海滨起航。上世纪80、90年代，两岸人民之间经常私下在海上进行物品交易。闽平渔5540号这次出海，船上载着酒类和中药材等物品。然而，就在船员和台湾渔民交易时，被台湾军警发现并扣留。7月21日，台湾军警把包括闽平渔5540号船员在内的121名福建人，分别关押在闽平渔5540和另一艘小船上，准备把他们遣返回大陆。其中，闽平渔5540号关押了共计63人。另有13人当船员负责开船，这63人全都被蒙上黑眼罩，双手反绑，被关押在4个船舱。临开船前，台湾军警往船舱上加了木头等重物，勒令船员不准开舱。出发没多久，那艘小船出了故障，只能返回台湾。而闽平渔5540号则继续在大海上颠簸。幸运的是，有个船舱刚好在押送舰艇的视线盲区。等到天黑，船员悄悄把里面的23人放了出来，从而让他们逃过劫难。另外有个船舱只关了5个人，因为人少空间相对大，也侥幸活了下来。可剩下的2个船舱就成了活生生的人间炼狱。当时正值7月，天气酷热，在小得可怜的船舱中，几十号人挤成一团，连转身都困难。没过多久，缺氧的症状开始在人群中蔓延。活着的人拼命呼救，用身体疯狂撞击舱门。但外面的船员根本不敢开门，因为负责押送的台军舰艇就在身后监视，谁敢动就是死路一条。当船终于靠近大陆海岸线，台军舰艇掉头返航。那13名船员知道船舱里出了大事，上岸后丢下船就慌忙跑路，直到附近渔民出海才发现了这艘船，并出现了视频开头的一幕。大陆民警后来发现，台湾军警用来钉舱的铁钉，每根都有15公分长，钉得密密麻麻，牢不可破。这哪里是押送，分明是蓄意谋杀。惨案曝光之后，舆论一片哗然。中国大陆对台湾提出谴责，要求对肇事者进行严惩。然而，闽平渔5540号发生22天后，又发生了另一起闽平渔5202号事件。当时的行政院长郝柏村谎称，闽平渔5202号船是自己撞到军舰上的，与台湾无关，台湾不用承担责任。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，1个月后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与台湾的红十字组织在金门举行商谈，签订金门协议，将遣返偷渡客和刑事罪犯，选择在厦门和金门作为交接点，由红十字会负责。这是1949年以来两岸分别授权的民间团体签订的第一个书面协议。